运动员应该纹身吗？葛曼棋因为一处纹身被怒骂滚出国家队，被人在网上围殴的是中国女飞人葛曼棋，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奇迹，是中国女子短跑第一人，是第一位晋级奥运女子100米半决赛，却因为一处纹身遭网友恶意举报，肆意辱骂，这合适吗？97年出生的葛曼棋，在7岁的时候就显露出体育天赋，刚读小学就被选入学校田径队。小小的葛曼棋是一个十分忍得住训练苦的女孩子，因为从小就喜欢运动，热爱田径，葛曼棋对于训练非常有热情。训练3年后的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市体校李少军教练看中，收为弟子。仅仅训练半年，就以优异的测试成绩被送去了厦门市体工队，葛曼棋田径之路正式开启。因为年纪小，好奇心高，撑杆跳、跨栏、短跑、跳远什么的，葛曼棋都喜欢练。在老师的帮助和他自己的热爱加持下，葛曼棋这基础打得异常牢固。他还多次代表学校在思明区和厦门市中小学田径锦标赛中斩获短跑第1名，是当时的田径小霸王。2年后，制霸中小学已久，葛曼棋再次换地图，来到了省体工队。通过刘昭旭教练的观察之下，发现葛曼棋在短跑的天赋是最高的，于是建议葛曼棋专攻短跑。葛曼棋很乖地接受了教练的建议，接下来他即将接受更加系统的训练。在2013年8月20日的亚洲青年运动会女子100米决赛中，葛曼棋跑出了11秒91的成绩，获得了金牌。2015年10月全国青年运动会田径项目女子4乘100米接力赛，葛曼棋和队友以45秒20的成绩夺得金牌。2016年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葛曼棋跑出24秒09，获得了女子200米冠军。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女子60米7秒37获得冠军。全国田径冠军赛预赛，葛曼棋跑出11秒48，成为现役女飞人里中国第4个跑进11秒50大关的运动员。全国田径冠军赛决赛，在夜晚中伴随着雨水，葛曼棋跑出11秒51，靠着这样的成绩，葛曼棋在2016年就上了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出征田径队运动员名单。这就说明了葛曼棋的训练很系统，他的竞技状态在当中的发挥力可以他。这个带着加速这块跑的是非常顺利的。是，我相信孙爱平指导当时带刘翔的时候也是，就是正常比赛的时候第一枪批次。梁晓静的状态在2017到2019年中，葛曼棋征战了许许多多的跑道，但是打动我的却是这一次。这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女子100米预赛，第8跑道的就是我们的运动员葛曼棋，水平都很高啊！你这卡劳越随便跑一个，所以这样进入到决赛的话，会不会有黑马杀出来？在肤色各异的运动员中，葛曼棋并不显眼。是啊。比赛开始，葛曼棋起飞了，选手们各显神通，葛曼棋紧咬第一，终点就在眼前。葛曼棋跑出了11秒28，排名第4。葛曼棋成功晋级。阿基诺森是11秒23，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葛曼棋，绝不是他第一次跑出的好成绩，甚至对于现在的他，那一次的成功显得不值一提。每一个看过东京奥运会的人都无法忘记那个哪吒葛曼棋。这是2021年9月20日的第14届全运会女子100米决赛，这是葛曼棋期待已久的一战。有人说梁晓静是葛曼棋的第一敌手，韦永丽的实力也不容小觑，葛曼棋用实力说话。好的，比赛开始。葛曼棋起步稍微落后于对手，却在后半程猛然发力。葛曼棋先超越韦永丽，接着夺冠热门梁晓静，最后超越了江苏选手袁琪琪。葛曼棋跑出了11秒22的好成绩，夺得了全运会女子100米冠军。这是福建历史上首次夺得全运会女子100米冠军，葛曼棋创造了新纪录。这样优秀的体育选手，真的要因为一处纹身就要被怀疑、被骂、被有些人开除国家队吗？田径时光社，有些事只有时光才能给你答案。
她是中国田径一姐，中国第一个跑进11秒的人。她曾经绝杀日本田径一姐福岛千里，一战封神。曾经在国际田联世界挑战赛以超快速度夺得冠军，并且破了16年纪录，人称女版刘翔。她就是中国女飞人韦永丽。今天就由田径时光社和大家一起来了解韦永丽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如何绝杀日本田径一姐福岛千里，如何超过第2名整个屏幕的。韦永丽，壮族人，1991年10月11日出生，自小就被选入田径队，从2010年就被国家队吸收。2012年开始，韦永丽进入了爆发期，女子100米、女子200米、女子4×100米接力，韦永丽全部都能获得冠军。而在2年后的仁川亚运会，韦永丽的出现让日本田径一姐深深忌惮。现在就是仁川亚运会的现场，亚洲田径好手们齐聚一堂，等待待会儿分个高下。这是日本选手福岛千里，这位短跑女王的加冕是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当时只有20岁的福岛千里以飞快的速度把对手甩在身后，一举夺得女子100米、女子200米亚运会金牌。田径亚洲一姐实至名归。但是韦永丽有个梦想，她想为中国捧回一枚金牌。一声枪响，8位运动员齐齐冲了出去。很快，他的起步加速还是不错，在外道的福岛千里确实节奏非常快，韦永丽要保持住，绷住劲，看看最后的冲刺，全力冲刺，压线，漂亮！比赛虽然结束了，但是选手们却充满了疑惑。3位运动员几乎同时到达终点，那么到底是谁拿到了冠军呢？还好现在是高科技时代，通过高清摄像头的超慢速回放，我们终于看清了韦永丽比福岛千里是快了那么 0.01 秒，而这 0.01 秒是韦永丽这么久苦练的结果。最终韦永丽以11秒48的成绩夺得了女子100米金牌，而福岛千里则是以11秒49的成绩拿下了第2名。其实韦永丽在80米的时候状态非常糟糕，但是韦永丽咬牙硬挺，竟然一路挺到了终点，还拿下了冠军。福岛千里的经历就像是轮回一样，在2010年她比第2名快 0.01 秒，于是成为了女子100米的冠军。在2014年她比韦永丽慢了 0.01 秒，于是成为了女子100米的亚军。而咱们的韦永丽不仅在个人赛中表现惊人，她在团体4×100米接力比赛中表现更惊人。4×100米接力比赛准备中，中国队在第6道，第1棒是江西女生陶雨佳，第2棒是黑龙江女生孔令薇，第3棒是福建女生林慧君，第4棒是广西女生韦永丽。比赛开始，第1棒的江西女生陶雨佳，她的起跑反应时间并不占优，但是陶雨佳的加速很不错，第1棒的时候就领先了其他队伍，强的爆发的能力和加速的能力。看看中国队1、2棒的衔接，接下来是孔令薇。孔令薇接棒后跑得飞快继续延续了之前领先的优势，领先了日本队2个身位了。第3棒的林慧君，这位亚洲女飞人一路飞驰而过，全力甩开对手，让中国队牢牢占据着第1位置。在韦永丽接棒的时候，不要最后1棒，韦永丽安稳接过，此刻4个人的努力全部爆发，只见几乎超过对手整个屏幕，丝毫不停，一路疾驰，率先冲过终点。2名哈萨克斯坦队10米以上，中国队42秒83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中国的4位女将在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她们整个交接棒非常的连贯。4个选手在整个训练当中，把他们平常一起生活、一起训练所展示的这个默契，完美的体现了出来。经过4个姑娘的努力，中国队以42秒38夺冠，并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亚运会纪录。让我们为这4朵大金花点赞吧！
视频到此结束，这里是田径时光社，谢谢各位点赞关注的宝子。中国短跑女孩梁小静在身高不足1.6米的情况下，靠实力拿下了亚洲女飞人的称号。梁小静有一双有力的小腿，让她在前50米的速度达到世界顶级水平。可以说，在女子60米的赛事中，梁小静在亚洲首屈一指。果然，她在亚洲的室内田径锦标赛女子60米的比赛中夺得冠军。后来，就连美国的泰森室内60米女子大赛都邀请梁小静去参加。让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吧。And lane 4, Zai Jingling of China will skip that time for the winner. 在黑人选手有力围堵下，梁小静起跑特别快，没有人追得上她。这场比赛，梁小静跑出了7秒21的成绩，她是第一个达到终点的人，夺得了冠军。第二名也是我们的中国女飞人韦永丽，跑出了7秒35的好成绩。这场比赛，梁小静不仅拿到了冠军，还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梁小静不仅在女子60米比赛频频拿下好成绩，在女子100米的表现更加亮眼。这是2019年9月1日国际田联挑战赛柏林站女子100米第一小组的比赛，韦永丽和梁小静都在第一小组。中国选手韦永丽处于第4跑道，梁小静非常不受重视，直接安排到第8跑道去了。韦永丽和梁小静在众多黑人选手中显得十分亮眼。让我们直接看到比赛吧。Den Start ein bisschen den Block umgestellt, hat festgestellt, da stimmt was nicht und jetzt versucht sie so langsam aber sicher reinzukommen. Die Umsetzung ist schwierig. Der Start immer noch so die... Hoffentlich kommt sie jetzt besser raus, aber sie hinkt jetzt schon hinterher. Svoboda ist vorne und Mikkel Klepper kämpft jetzt, ist ihre Hälfte. Sie kommt ran, aber nicht... Um hier zu gewinnen, Svoboda 11,07 Sekunden. Das ist neue persönliche Bestleistung für Svoboda. 在最开始的时候，梁小静起跑很好，韦永丽跑得更快。她在前20米的时候处于领先水平，但是很快韦永丽却渐渐落后。此时梁小静追了上来，在前50米后一直保持在第一梯队，甚至直追第1名。梁小静再创纪录，100米短跑11秒13，打败从前的自己。梁小静的实力一直在线，97年出生的梁小静跑出11秒13的个人最好成绩，成功达标东京奥运会。韦永丽的成绩为11秒26，排名小组第7，也达标东京奥运会。第二小组整体实力偏弱，葛曼棋以11秒23的成绩获得小组第1。中国3位女飞人都成功达标东京奥运会。梁小静因为只有1.58米，在世界大赛上腿短的劣势很严重，一直在后半程乏力。年少贫苦的家庭条件让梁小静身高劣势，这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梁小静唯一能改变的只有自己努力多少。为了进步一点点，梁小静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如果说有一条捷径能够让梁小静提升自己，那就是她汗水铺出了水路。From the inside, around, Nicky Kepler, Jim Moore, and what Jeff Surgeons, White Collins, and David. 2022年4月17号，梁小静参加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 Tom Jones 田径邀请赛。梁小静在这场比赛大放异彩，这是梁小静在2022年的首秀。梁小静不负众望，以11秒18成绩夺得第3。谢谢各位点赞关注的宝子。保持住，保持住，保持住，顶住，有机会，小组第2，漂亮！中国田径女飞人超强爆发力压多位黑人选手，小组第2成功晋级。在19年的多哈田径世锦赛中，身高只有1.58米的梁小静，竟然和6名黑人选手分到了一组。在6名人高马大的对手中间，梁小静显得格外娇小玲珑，但她却显得无比自信，气场仿佛有2米。她的主要对手是第3道赞比亚选手马昆巴，以及上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鲍伊，最好成绩10秒78，本小组实力最强。那么，面对6位黑人选手的包夹，梁小静能否杀出重围呢？长按点赞，让我们一起欣赏下这场精彩的对决。比赛发枪，梁小静起跑不错，梁小静的起跑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保持住，梁小静保持住，
保持住，顶住，有机会，小组第二，漂亮，小组第二。最终，梁小静轰出11秒18，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成功晋级。可以看到，梁小静的起跑十分完美，冲起来就像一道红色的火焰，是那么的耀眼夺目。前60米简直无敌，堪称女版苏炳添，这步频简直快到离谱。赛前谁又能想得到，一个1.58米的中国姑娘，竟然在一众黑人选手中杀出重围，甚至战胜了上届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鲍伊，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成功晋级，甚至与第一名也仅差0.01秒。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加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